明朝兵制。中国明朝公元1368到1644年改革元朝军事制度，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卫所制。皇帝独揽军事大权，全国要地设立卫所军丁，世代相继给养，仰赖屯田。此制在维护明朝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军队的统辖与卫所制。朱元璋统一全国后，采纳刘基建议，立军卫法，在全国建立卫所，控扼要害。中央设大都督府。洪武13年（公元1380年）改为五军及中左右前后军都督府，为最高军事机关，掌管全国卫所军籍，征讨、镇戍、训练等，则听命于兵部。遇有战事，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军，任命领兵官发给印信，率领从卫所调发的军队出征。战争结束，领兵官脚印于朝官军，各回卫所。这种统军权与调军权分离和将部专军、军部司将的制度，旨在保证皇帝对全国军队的控制。在地方设都指挥使司，简称都司制指挥使，为地方统兵长官。都司之下，在冲要地区的府函直辖州、县州治卫或设所，一般为由卫指挥使率领辖5个千户所，共5600人；千户所由千户率领辖10个百户所，共1120人；百户所由百户带领辖2个总旗，共112人；总旗辖5个小旗，共50人，小旗10人。洪武26年1393定，全国都司卫所，共设都司17个，行都司3个，留守司1个，内外卫329个，守御千户所65个。兵额最多，实达270余万人。京军与地方军。明朝军队分为京军，亦称京营，和地方军2大部分。京军为全国卫军的精锐，平时素为京师，战时为征战的主力。洪武初年，京军有48位，成祖迁都北京京师，接近前线京军多达72位，并正式成立了五军3000神机3大营。平时五军营旗、营阵、3000营主、巡哨神机营长，火器战时护驾随征。以后京军制度类有更易。此外，尚有拱卫皇帝的侍卫亲军，如锦衣卫和金吾羽林、虎贲府军等12卫军，以及隶属御马监的武乡、藤乡左卫和右卫等4卫营。地方军包括卫军、边兵和民兵。卫军配置于内地各军事重镇和东南海防要地，边兵是防御北方蒙古骑兵的戍守部队，配置于东起鸭绿江、西抵嘉峪关的9个军镇，史称9边。民兵是军籍之外由官府钦点，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内地，称民壮义勇或工兵、机兵、快手。西北边地称土兵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苗兵、狼兵等土司兵。此外，还有不同行业和阶层组建的矿兵、盐兵、僧兵、少林兵、五台兵等，遇有战争常被召出征，战争结束仍回原职。卫军主要是步军，齐军东南沿海也置有水师。官府曾命福建、江浙沿海诸卫造船抗倭，使水师获得了很大的发展。卫军的武器装备不仅刀牌、弓箭、枪弩等冷兵器制作精良，火器已占很大比例，铜铳、铁铳、地雷、各类火炮，开始装备部队。中央还设立兵帐和军器2局，负责铸造火器。各省都司卫所也便设杂造局，专管所在卫所的兵器修造。明初卫军主要来自随朱元璋起义的从征军，元朝和割据势力投降的归附军，因犯罪而被折发的恩军，以及役配民户入伍的堕籍军。堕籍原是军伍缺额时役配民户补充军伍的一种办法，朝廷颁行堕籍令后，成为卫军的主要指籍方式。按堕籍令的规定，民3户为一单位，其中1户称正户出军丁，其余为贴户正军、死贴户丁部。
永乐以后，正户与贴户的壮丁轮流更代为军，军民严格分级。当军之家接入军籍，称军户属都督府，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管束，优免役丁，差徭身份和经济地位都与民户不同。军户固定承担兵役赴死，子继世代为兵，并随军屯戍，住在指定卫所。若军户全家死绝或逃亡，由官府派员到原籍勾捕亲族或贴户顶替，称为勾军或清军。屯田制与募兵制，魏军实行屯田制度，按规定，边地军丁3分守城7分屯种，内地军丁2分守城8分屯种。每个军丁授田1份，由官府供给，耕牛、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制粮。洪武至永乐年间，全国军屯约有80-90万顷。除大量军屯外，还实行商屯，作为补助手段，即按开中法，由商人在边地牧人垦荒缴粮，以补充军粮。明中期以后，由于大批屯田被豪右将校侵占商屯，亦因开中法遭破坏而废弛军卒，生活无着，而大批逃亡，卫所制逐渐崩溃。正统14年，公元1449年，土木之变，京军覆没。为保卫京师，朝廷派官四处募兵，以应急大规模推行募兵制，募兵逐渐成为军队主力。大凡战斗力较强的军队都由招募而来，如抗倭名将戚继光之戚家军、于大猷之于家军等。但是实行募兵制，养兵耗费，大募兵愈重国库，日处于世，频繁地向民众勒索，激化了阶级矛盾，至明末募集之兵训练废弛，战斗力转弱，并相继逃亡，终于无法挽救明朝的灭亡。